真正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往往是你走在街上根本认不出来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在社交网络上声量最大、生活看起来最光鲜亮丽的人，往往不仅不是最富有的，甚至可能是最脆弱的？而那些真正掌握着巨额财富、拥有随时可以说不得自由的人，却像隐形人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现在的银行账户里还没有那个让你心安的数字，你的生活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令人羡慕，没有豪车，没有频繁的头等舱飞行，更没有每天在朋友圈晒出高端酒店的定位，但你的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你开始对那些喧嚣的东西失去兴趣。那么恭喜你，你可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变前夜，因为致富这件事情从本质上讲根本不是一场关于喧嚣的表演，而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不是你在外面赢了多少面子，而是你在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有了多么深刻的洞察。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最近虽然没有一夜暴富，但看问题的方式、处理事情的心态，甚至对欲望的感知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这一期内容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因为当绝大多数人还在为了维持一个看起来很成功的表象而疲于奔命时，真正走在财富自由之路上的人，往往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蜕变。他们把注意力从外部世界收回来，投射到长期的积累上，用当下的克制去换取未来无限的选择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发现自己变得不爱凑热闹了，变得更喜欢独处了，甚至觉得以前追求的那些东西有点无聊了，别担心，你不是甚至抑郁了，你可能只是正在变富。在我们正式开始拆解这10个财富质变的征兆之前，如果你也渴望拥有一种不被外界定义的生活，渴望通过智慧而不是苦力去获取财富，那么请在这个时候轻轻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并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接下来我会为你深度拆解10个征兆，这10个征兆是我观察了无数从平庸走向卓越的人之后总结出的共性。很多人都是在走过很长一段路之后回过头看，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早在那个不起眼的下午，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转动了。第一个征兆，你开始对时间产生了一种极其吝啬的洁癖，你真正意识到时间是你唯一的不可再生资产。当这个转变发生时，它通常是从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开始的。你开始厌恶那些毫无意义的社交，厌恶那些只为了消磨时间而存在的娱乐，甚至开始厌恶那些需要你亲自去处理的琐碎杂事。在过去，你可能觉得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去排队领个免费赠品是划算的，或者为了省几十块钱的运费而花2个小时去自提是值得的。因为在那个阶段，你的潜意识里认为你的时间是廉价的，甚至是无限的。但在财富觉醒的初期，你会突然意识到一个惊人的算术题：如果我想要在未来获得财务自由，我就必须给我的时间定一个高昂的时薪。哪怕你现在的实际收入只有每小时几十块钱，你也必须在心里给自己设定一个渴望时薪，比如每小时5000块。一旦你设定了这个标准，你做决定的逻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问自己，这件事值得我花5000块钱去做吗？如果有人愿意以低于你渴望时薪的价格替你做这件事儿，那你应该毫不犹豫地花钱买时间。你会开始主动避开那些只会消耗你精力的人和事。你会发现，和某些人争论一个无关紧要的观点成本太高了，去参加一个只有寒暄没有实质内容的聚会，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你开始愿意付费购买效率，愿意花钱买好的工具，愿意花钱请人帮你处理生活琐事。这不是奢侈，这是在进行资产置换。你在用可以再生的金钱去换取不可再生的时间，然后把换回来的时间投入到那些具有长期复利效应的事情上，比如阅读、思考、建立系统，或者陪伴家人。这时候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执行者，你开始变成自己人生的规划师。你开始思考怎么把我的时间从售卖变成投资。每一段投入在低价值工作上的时间，对你来说都是在折损未来的潜力。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思维转变。真正的富足说到底就是拥有拒绝权。当你开始计算时间的投入产出比，当你开始为了节省时间而变得无情时，你其实已经站在了财富积累的快车道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穷人通过卖时间换钱，中产阶级通过卖技能换钱，而富人通过购买别人的时间来为自己创造财富。第二个征兆，你陷入了一种自主的甚至带有饥饿感的学习状态。但这种学习不再是为了考证或升职，而是为了满足内在的求知欲和提升判断力。
绝大多数人的学习生涯在离开学校的那一刻就结束了，他们关心的只是在这个职位上怎么混下去，或者怎么看起来比别人聪明。但真正慢慢走向富足的人会发现，学校里教的东西往往无法让你致富。学校教你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零件，而致富需要你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对那些原本觉得枯燥的领域产生浓厚的兴趣。你可能会开始研读微观经济学，去理解供需关系和激励机制。你可能会钻研心理学，去搞懂人性的弱点和决策的偏差。你可能会去了解博弈论，明白合作与竞争背后的数学逻辑。你甚至会去读哲学，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这种学习不再是被迫的，而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就像一个在沙漠里行走的人渴望水一样。你渴望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你会把大量的空闲时间从刷短视频、看综艺中抽离出来，投入到深度的阅读和思考中。你会意识到现代社会最大的杠杆不是劳动力，不是资本，而是具体的知识和正确的判断。所谓的具体知识是那些无法通过培训轻易获得的知识。如果一个东西能被轻易写成教材，那就意味着它也能被轻易编程写进电脑，或者外包给更廉价的劳动力。你真正追求的是那种结合了你独特的性格、独特的天赋和独特经历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你通过大量的试错、观察和思考才能获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变得非常谦卑，你不再为了维护脆弱的自尊心而假装什么都懂。相反，你会经常说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承认无知是获取新知的第一步。你会把所有的信息都看作是一种杠杆，你积累的每一个思维模型都是你未来做决策时的武器。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真正持续积累实力的人反而越来越安静，因为他们不需要向外界证明自己读了多少书，他们只关心这些知识能不能转化成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他们不急着在饭局上高谈阔论，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智慧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用来炫耀的。如果这是你最近的状态，那么恭喜你，你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护城河，这是任何市场波动都夺不走的财富。第三个征兆，你的注意力从外在的社会地位转移到了内在的资产积累，你开始退出地位游戏，转而投身财富游戏。这是一个人变得成熟和富有的最关键转折点。人类社会本质上有两种游戏，一种是地位游戏，一种是财富游戏。地位游戏是零和博弈，我想当第一名，你就得当第二名；我想住在这个社区里最大的房子里，你就得住小的。地位游戏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的，它需要观众，需要掌声，需要别人的羡慕。很多看起来很富有的人其实深陷在地位游戏中，他们买豪车买名表不是因为真心喜欢，而是为了向别人证明我比你强。这种生活非常累，而且非常脆弱。而真正的财富游戏是正和博弈，它是关于创造价值、解决问题、积累资产。当你开始致富时，你会发现自己对看起来成功这件事情越来越不感兴趣。你不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穿着，不再在意是否开着最新款的车，也不再在意社交网络上有多少人给你点赞。取而代之的是，你开始极度关心你的财务结构是否健康，你开始思考我有多少资产是在我睡觉时还能帮我赚钱的。你开始理解所有权的重要性。如果你只是出卖时间打工，无论你的时薪多高，你都很难真正富有，因为你一旦停止工作，收入就断了。真正的财富来自于拥有企业的一部分股权，拥有知识产权，或者拥有代码和媒体。这个转折通常发生得很安静，但却极其深刻。你会看懂很多被展示出来的富裕其实是建立在负债和焦虑之上的空中楼阁，而你开始喜欢那些低调的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你开始明白真正的奢侈品不是爱马仕的包，而是自由，是那种因为拥有了足够的资产而可以随时对不喜欢的人和事说不的底气。你的关注点会从消费带来的短暂多巴胺转向资产带来的长期安全感。每一笔金钱的投入，你都会问自己，这是在购买负债买回来就开始贬值的东西，还是在购买资产未来能增值或产生现金流的东西。当金钱不再只是消费后留下的票据，而是变成了为你工作的士兵，你的角色就从金钱的奴隶变成了金钱的主人。这种转变往往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的，但它决定了你未来几十年的命运。第四个征兆，你开始刻意让生活水准走在收入成长的后面，这叫战略性生活滞后。这一点非常反人性，但却是所有白手起家者的共同秘密。
当普通人收入增加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升级消费，换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去更贵的餐厅，这叫生活方式膨胀。结果就是虽然赚得多了，但存下来的钱并没有变多，甚至因为背负了更高的债务，抗风险能力反而变弱了。这就是著名的老鼠赛跑陷阱，你跑得越快，脚下的滚轮转得也越快，你永远停不下来。但正在悄悄变富的你会做出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儿。当你的收入翻倍时，你的生活支出可能只增加 10%， 甚至保持不变。你不是在通过省钱来虐待自己，你是在通过控制欲望来购买自由的期权。你会慢慢意识到，财富的积累关键不在于某一时的暴利，而在于在每一次收入跃升的时候，你能不能守住那个纪律的边界。你开始真正看懂极简主义的价值，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由于高效。你不再觉得所有东西都必须随着收入升级，你开始看重物品的实用性和它能为你节省多少精力，而不是它看起来有多华丽。这种滞后的生活方式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心理优势。当你的生活开支远低于你的收入时，你会拥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你不需要为了保住一份工作而忍气吞声，因为你有足够的积蓄随时转身离开。你不需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动作变形，因为你不缺那点钱。生活的重心从我拥有什么物体慢慢转变成了这些物体能帮我换到什么？能换来时间吗？能换来内心的安宁吗？能换来更多的人生选择权吗？更关键的是，你彻底戒掉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身价的瘾。你知道自己买得起，但你选择不买。这种能而示之不能的克制才是最高级的炫耀。正是这种思维在不知不觉中替你积累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财务堡垒，让你在面对经济寒冬时依然可以谈笑风生。第5个征兆，你开始具备跨越时间周期的视野，你能为了长远的利益忍受短期的痛苦或无聊。这是区分投机者和投资者的分水岭，也是区分平庸和卓越的核心特质。真正走在稳健积累轨道上的人，看事情的时间尺度通常是10年、20年，甚至是终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都想要快速反馈，发个朋友圈希望马上有人点赞，做个项目希望下个月就盈利，买个股票希望明天就涨停。这种对及时满足的渴望是财富积累的大敌。而你开始慢慢长出了耐心这种稀缺的能力，你开始理解复利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概念，它是世界的底层逻辑。无论是财富、能力、健康还是人际关系，都需要时间一层一层的沉淀，然后在某一个临界点产生爆发式的增长。当这种思维开始成型，你就不再急着找捷径，因为你知道所有的捷径最后往往都是最远的路。你会更愿意去做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比如，与其每天花时间去研究哪个股票明天会涨，不如花几年时间去打磨一项不可替代的技能；与其到处混脸熟去搞无效社交，不如花10年时间去建立一个靠谱的个人品牌。你开始不在乎短期的波动，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因为你看着的是远方的终局。这种心态会让你变得非常钝感。当别人因为市场的涨跌而惊慌失措时，你很淡定，因为你知道这只是长周期里的一朵浪花。与其反复猜测市场时机，不如专心让自己长期留在场内，让持续参与本身变成一种优势。这其实是一种极高的智慧。你愿意等，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笃定。你知道只要方向是对的，时间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就像竹子在地下扎根4年，只长几厘米，但在第5年，它会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多数人在还没看到成果之前就先离开了，而你还愿意持续投入，反复积累。这份低调而稳定的坚持，正是在不知不觉中把最后的差距拉开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第6个征兆，你的社交圈层开始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你身边开始出现更多谈论理念与方向的人，而那些只谈论人和是非的人正在慢慢消失。这个过程往往是痛苦的，甚至伴随着孤独。你会发现，以前那些能和你聊上一整晚的朋友，现在突然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并不是他们变坏了，而是你的频率变了。大多数人的社交是建立在八卦和情绪宣泄上的，他们聚在一起，要么是抱怨老板和配偶，要么是讨论哪个明星出轨了，或者谁家又买了个新包。这种对话本质上是一种低级的精神按摩，除了消耗你的时间，给你带来暂时的虚假优越感或共鸣外，没有任何价值。这是一种低杠杆的社交活动，而正在变富的你开始本能地排斥这种负能量的黑洞。你开始渴望那些能拓展你认知边界的对话，
你会发现你更愿意去倾听一个正在创业的人讲他的商业模式，哪怕他现在还很穷，你更愿意和一个正在钻研 AI 技术的工程师聊天，哪怕他不懂任何时尚，因为在这些对话里，你听到的是理念，是趋势，是如何解决问题。这就是硅谷常说的高能动性人群。你开始筛选身边的人，标准不再是我们认识多久了，或者他对我多客气，而是他的价值观是否积极，他的企图心是否与我共振，他是否在玩一个长期的正和游戏。请记住一句话，你是你最常接触的5个人的平均值。这不仅仅是说收入，更是说思维方式。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讨论如何省钱，你很难学会如何赚钱。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讨论如何通过创造价值来获取财富，你很难不被这种氛围感染。这种社交圈的迭代不是势力，而是进化。你会发现，当你开始谈论怎么构建系统，怎么布局未来，怎么投资自己时，那些无法理解你的人会自然脱落，而那些同频的人会像磁铁一样被你吸引过来。成功之所以具有传染性，是因为在高质量的圈子里，思维模型是可以开源共享的。当你的日常对话从过去发生了什么变成了未来可以创造什么，财富的种子就已经在你的关系网中生根发芽了。第7个征兆，你开始痴迷于进步的过程本身，而不是被未达成的结果绑架。你不再追求完美的开局，而是爱上了迭代。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迈出第一步，因为他们害怕失败，害怕看起来愚蠢。这种恐惧的根源是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有限游戏，好像只要输了一次，游戏就结束了。但真正拥有财富思维的人，把人生看作一场无限游戏。在无限游戏里，没有所谓的终极输赢，只有是否能一直玩下去。当你拥有这种心态时，你会发现失败这个词被重新定义了。对你来说，没有失败，只有反馈。你做了一个产品没人买，这不仅仅是失败，这是一个市场给你的宝贵数据，告诉你方向错了或者产品力不够。你写了一篇文章没人看，这是一个信号，告诉你表达方式需要调整。你开始不再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完美时机，你会直接跳进水里，一边呛水一边学游泳。这种在行动中思考的能力是区分空想家和实干家的唯一标准。你的内在对话会从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变成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懂一点。更重要的是，你开始享受这种微小的进步。就像一个顶级的工匠，他关注的不是这把椅子卖出去能赚多少钱，而是每一个榫卯结构是否严丝合缝。当你痴迷于打磨你的手艺、你的产品、你的代码或者你的写作时，你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这种状态非常迷人，因为在这个状态下，你很难被竞争对手击败。因为对于竞争对手来说，这是工作，是痛苦的，他们是为了钱在忍受；而对于你来说，这是玩耍，是享受，你甚至愿意免费做这件事儿。当你的工作变成了你的玩耍时，你就拥有了纳瓦尔所说的独特知识 （specific knowledge）。这种独特知识是无法被培训的，也无法被外包的，它将成为你最核心的财富护城河。你会发现，那些最富有的人往往都是在做他们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事情，而财富只是他们追求卓越过程中的副产品。第8个征兆，你对金钱的感受从焦虑变成了从容的掌控感。你不再因为账单的起伏而情绪崩溃，也不再因为股市的波动而夜不能寐。这种状态，我称之为财务上的斯多葛主义。以前金钱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可怕的主人，你为了它早起贪黑，为了它忍气吞声，每一分钱的流失都像是在割你的肉。这种匮乏感会让你变笨，会让你在做决策时只盯着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期的风险。但现在情况变了，这种变化不一定是因为你已经存够了一辈子的钱，而是因为你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财务系统。你知道你的钱去了哪里，你知道你的护城河储蓄和保险有多深，你也知道你的进攻长矛投资指向哪里。你开始明白，金钱的本质是价值的存储工具，更是自由的交换凭证。你不再把金钱看作是最终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实现你人生目标的燃料。当你对金钱有了掌控感，你会出现一种奇特的气质。你不着急了，在投资时，你不会因为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就冲进去，也不会因为大盘跌了 20% 就恐慌割肉。你变得像一个冷酷的猎人，耐心的等待机会，或者只是定期定额的投入，然后忘掉它。这种钝感力是巨大的财富。
因为在金融市场里，财富永远是从急躁的人手里流向耐心的人手里。当你不再因为缺钱而被迫做出错误的决定时，你就已经赢了一半。这种内心的安宁意味着你已经从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模式切换到了为了生活而创造的模式。这不仅是财务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解放。第9个征兆，你开始在没有人注意的角落里进行着长期的、枯燥的、不被理解的深度工作。你不再急于向世界展示你的半成品。在这个展示欲过剩的时代，能够忍住不发朋友圈是一种稀缺的能力。很多人做了一点点事情，就恨不得拿个大喇叭告诉全世界，急于寻求点赞和认可。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深深的不自信，他们需要外界的反馈来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但真正走在致富路上的人，往往是隐形的。你开始明白，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往往需要漫长的潜伏期。无论是打磨一个商业计划，编写一套复杂的代码，还是写作一本深度的书籍，都需要在孤独中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你不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在做什么，也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你的计划是可行的，因为你的内心已经有了一个坚定的内部积分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这件事的长期价值，这就足够了。这种状态很像是在地下生长的竹根，或者是在深海里潜行的鲸鱼。你不在乎表面的浪花，你在乎的是底层的洋流。你也开始习惯了被误解，甚至被低估。当别人觉得你混得不怎么样，或者怎么消失了的时候，你内心甚至有一丝窃喜，因为你知道最好的掩护色就是普通。你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杠杆。在现代社会，杠杆不再仅仅是借钱、金融杠杆或雇人、劳动力杠杆，更多的是零边际成本的复制，比如代码和媒体。你在深夜里写下的每一行代码，录制的每一个视频，写下的每一篇长文，都是你的数字士兵。他们会在你睡觉时不知疲倦地为你工作。这种构建系统的过程是安静的，但力量是无穷的。当你不再忙着表演勤奋，而是真正专注于产出成果时，财富的飞轮其实已经开始转动了。第10个征兆，你正在慢慢成为一个配得上财富的人。你的身心状态，你的底层操作系统正在为了承载巨大的能量而进行升级。这是所有征兆里最玄妙但也最重要的一点。查理·芒格说过，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方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财富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如果你的身心容器不够强大，巨大的财富不仅留不住，反而会毁了你。你会发现，你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自己的硬件身体健康。你不再随意熬夜，不再乱吃垃圾食品，开始规律运动，因为你意识到身体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载体，没有了健康的身体，所有的财富都只是一个无效的数字。如果你没有精力去享受自由，那自由有什么意义呢？同时，你也在升级你的软件、心智模式。你变得更诚实了，不是为了道德说教，而是因为你发现撒谎的认知成本太高，不符合长期的数学逻辑。你变得更守信了，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连接紧密的世界里，信誉 reputation 是最高效的杠杆。你开始追求内心的平静，甚至超过了追求快乐。因为快乐是多巴胺的短暂释放，而平静是血清素的长期滋养。一个内心平静的人在做决策时是极其可怕的，因为他没有情绪的干扰，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这种状态的终极体现是你开始拥有一种知足但不停止的境界。你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感恩，没有那种我必须拥有更多，否则我就不快乐的匮乏感。但同时，你依然在努力创造，不是因为恐惧贫穷，而是因为创造本身就是你生命力的表达。当你成为了一个身体强健、头脑清晰、情绪稳定、信誉良好的人时，财富其实只是你人格魅力的一个自然投射。你不再是追着蝴蝶跑的孩子，你成了那座吸引蝴蝶的花园。这才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科学解释，不是靠空想，而是靠把自己变成一个高能量的引力中心。好了，这10个征兆我们已经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剖析完了。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把时间视为最昂贵的资产到建立自主的学习系统，从关注外在地位转向内在资产，到战略性的控制生活欲望，从拥有跨越周期的耐心到筛选高能量的社交圈，从爱上迭代的过程到建立对金钱的从容掌控，从在孤独中深度工作到最后全面升级自己的身心容器。这一切听起来似乎离一夜暴富很远，但这恰恰是通往真正自由的唯一捷径。因为捷径往往是最拥挤、最危险的路。
而这条看似漫长、需要极度自律和思考的路，才是真正通往罗马的大道。如果你读到这里，发现自己哪怕只中了其中的2、3条，我都想真诚地告诉你，不要怀疑自己，你走在正确的路上。现在的你可能就像刚破土的嫩芽，看起来弱不禁风，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请相信时间的复利，相信长期主义的力量。安静是一种力量，慢下来是一种策略，做自己是一种特权。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在这10个征兆中，哪一个是你现在感触最深或者正在经历的？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比如我正在经历第6个征兆，换圈子很痛，但很值得。或者我在练习第8个征兆，努力对金钱脱敏。我是你的老朋友，一个陪你在财富与智慧的海洋里探索的思考者。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内容给了你一点点的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订阅。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更是你在告诉算法，你是一个追求深度和成长的人。让我们一起在安静中变得强大，在从容中走向富足。我们下期节目见。